看板乗りの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特急橋立2号京都行き4両で到着いたします。Hello everyone， 大家好，我是牡蛎。这次我们要去日本三大景之一的天桥立，记得要开启西西之魔。天桥立在京都的左上方，靠海的地方。去天桥立其实坐火车是最方便的。在交通方面，我这次是利用 JR Pass， 在京都车站的1楼大厅这个绿色机台。找这个有5489的机台，拿护照代码，拿到 JR Pass 的票。往天桥立的火车是不可以在线上预订座位的，它必须要去这个3楼，在星巴克隔壁的绿色窗口，直接跟他预订你要什么时间、什么班次、几个人。坐这个京都往天桥立的车就不用换车，不用转车，但一天只有3班，需要预订，在这个绿色窗口预订。从天桥立回京都，一天有4班，也是需要预订。先写好这个单子，就可以跟他预订车位。在京都车站的第31号月台，它是全车指定席哦。有人者哦，这一班火车就是要往天桥立的专用火车。它到了京都，他们会先整理清洁，出发咯。天桥立其实也蛮适合1日游或者是2日游，我个人是比较偏向2日游，因为毕竟它来回就要4个小时的车程。天桥立是日本的3大景之一，是因为日本的儒林学家林春斋他所写的一个日本国事基考。松岛有太平洋，宫岛有濑户内海，天桥立有日本海。这3大景他看到的海岸线美景都是不一样的，但都是有海。终于看到雪咯，终于我也算完成了看到日本3大景了，干一张成功。这绿色的车头好可爱哟，好像以前回外婆家的感觉。这个车型车上是没有充电设备的哦，位置我觉得还蛮宽的，我大概163。列车的上面是可以放20寸的小行李箱。到了这个西武鹤站，大家注意看外面的景色，我们是向后走的，所以它在这里是会往后交叉。大家出发前还是要去看一下官网，它有一些会运休的时候，2个多小时，很快就到站了。这个站是有电梯的，行动不便，有娃娃车，这里也是很 OK 的哦。这个站也是有大型的置物柜，还有小型的置物柜，1日游也是蛮方便的。我这次是2日游，有住这里的饭店。出站之后左转，看到黄色这一栋，这是主馆，这里也有计程车哦。我住的是别馆，这一家就是它的外观，有3层楼。住别馆可以去主馆泡温泉，很赞。但这一家是没有电梯的，所以大家要考虑好。它的房间有分2种，一个是没有厕所的房间，洗澡的话就要去主馆。厕所也是共用的，它有分女生的厕所、男生的厕所。我这次选的是有厕所的单人房，它有衣架、有鞋把，还有加湿器，超赞的。我先总结一下，这一间饭店只有隔音不好，没有电梯，其他我都觉得很不错。这个房间的价位，我订的时候是1月份，它的价位大概是1万出头的日币，有单独的个人空间，还有单独的厕所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。一目了然的桌子，商务饭店的感觉，
桌上有2个插座，有独立的空调、独立的冷气，床头也有插座1个，电视坐在床上看。我住的是201号房间，外面看到的是别人家，好像日剧场景哦。饭店不希望你开窗户，因为会有虫飞进来。这个房间很不错，看得到海哦。去主管泡汤可以穿浴衣跟木屐哦。有冰箱，1楼有贩卖机，车站有便利店，有小七类的，但它不是24小时。桌上有一个介绍本，里面有 WiFi 密码，很重要。卫浴设备还有淋浴设备都是单独的哦。来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订晚餐跟早餐，因为这里的店家营业几乎是没看到。出去玩，我对吃都没有太大的要求，可以吃饱或者有的吃就好，尤其是在这个交通不便的地方、偏远地方。早餐的话是在主管用餐，自助式的早餐。我原本有拍影片，但无法读取。我觉得这个早餐很好吃，配上这个景很美，很有价值。这家饭店下次跟美部长来，我应该会选择住主管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但我早上就先回京都了，因为太冷了，发高烧。现在来的火车很美，我觉得它的车外观好美，这个颜色。所以我这一趟来这里，只有住饭店，没有去天桥立这里，或者是船屋这里玩。下次一定还要再来，因为真的没玩到。今天的座位跟昨天不一样的椅子，回去的时候还是会颠倒走，再顺行。这个椅子很美，而且很好坐。希望以后东部干线的座椅也是这么好坐。我真的很爱冬天出门，只是要注意不要感冒了。下一次见咯，天桥立。我会真的把天桥立好好的玩一下，介绍给大家。See you next time， 下次见。See you。